玻璃是非晶体，没有固定熔点，只有熔层。它神秘又单纯，冰冷又热情，坚硬又脆弱。我认为这就是生命的个性。我叫林敏，因为一本《梵高传》，我来到了法国。2001年，我最先到达的城市是塞尚的故乡埃克塞安普罗旺斯。南法的夏天很热，下午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各个教堂避暑了。仰着头看着古老的教堂花窗，数着玻璃光影，慢慢的就着了迷。想着我们中国的敦煌壁画，如果也能用光和影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会是什么样？就兴起了学习的念头，想去深入了解这门艺术。后来先后考上了巴黎的2所美院，同时学习油画技法和彩色镶嵌玻璃工艺。做玻璃画，首先要克服对玻璃切割的恐惧，因为玻璃没有打磨镶嵌之前是很锋利的，而且为了切割弧度的需要，也不能戴手套。整个过程都是纯手工制作。10几年来，我切割过大大小小有2万多块玻璃，手指割伤、划伤、砸伤不计其数。我仍然记得那幅由270块玻璃拼嵌而成的学生时代的作品。看着我贴满创口贴的双手，我的老师对我说：“恭喜你，经过这一幅，没有任何切割弧度能难倒你了。”07年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刚出道的彩玻新手，一个外国人，我的工作境况比较艰难。同时，我也很幸运，刚毕业就遇到现在的合伙人。于是，我的玻璃工作室和他的铁艺工作室合并。我把工作室搬到离巴黎100多公里的小镇上。我用了5年时间在这里闭关，期间我烧了2000多块玻璃。实验做各种门窗、镜面、墙面装饰、屏风、雕塑、灯具等等。这些付出也给我带来了回报。通过各种展览和口碑，我开始在这个高冷的艺术世界里拥有了自己的客户群体。C'est bon? Oui, ça va aller. C'est bon, ça marche? Sans problème. 即使是一个空白的酒瓶，我也要把它烧成一个有用的挂饰，在上面画上图案。对我来说，玻璃它是有生命个性的，我不会随意放弃任何一块玻璃的。我记得2009年1月份的一次烧制，凌晨2点，我正紧张地守在我的烤箱旁等我的彩玻出炉。那是一幅椭圆形的双层玻璃封住的荷塘月色，光是一只水鸟就花了我3天时间。我的工作记录上写着，这是第19次的烧制测试了。对我来说，开炉是最神圣的一刻，它完全掌控我的情绪。开炉后，我看到裂成碎片的彩玻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夺眶而出，止也止不住。我的生活就是画画，自己种花种菜，做彩玻实验，自己打铁做辅具，自己修机器，修工作室。我常常对自己说，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回到原状吗？但只要我能进一步，就不枉费这段经历，不辜负这份功夫。